好，今天重磅新聞啊，费蘭托雷斯終於加盟了大巴黎，曼城队的赖因德斯走了，但是他們卻重金報價了切爾西的中場恩佐·費爾南德斯。所有這些今天的轉會新聞、重磅新聞，咱們留到下半部分再講。首先呢，先排名一下新賽季老 K 心目中最有可能的10大邊鋒。感謝大家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咱們繼續。好，今天咱們講10大邊鋒啊。首先要搞清楚啊，老 K 要排這個序，那麼場上的位置怎麼分？像昨天做了10大中鋒，有人就問，哎，這個感覺不是中鋒啊。確實，如果老 K 要做一個盡量通用啊，能夠跨時代、跨陣型、爭議最少的位置系列，那麼我想了很久，咱們現在呀就把足球場上的位置啊分為10個基礎的位置。門將核心的判斷就在球門區域，那肯定门将沒有爭議嘛。第二，中後衛 center back 定義是在後防中央。第三，邊後衛 full back 啊，無論你左後衛、右後衛都歸在這一類，因為有的人又能踢左邊，又能踢右邊。那麼這個定義呢，是在4後衛體系兩側，咱們叫邊後衛 full back。第4個位置邊翼位 wing back， 這是在3後衛或者5後衛體系踢邊路的，咱們邊翼位這個必須要和 full back 邊後衛要分開。第5個位置後腰 defensive midfielder， 這個定義呢是在防線之前的中場。第6個位置中前衛 central midfielder， 核心判斷這一類球員在中場的中央。然後是第7個位置前腰 attacking midfielder， 咱們的核心判斷是在中場和鋒線之間前腰。然後是邊前衛 wide midfielder， 核心判斷是在中場線兩側。然後是第9個邊鋒 winger， 核心判斷是在前鋒線兩側。最後第10個中鋒 center forward 或者叫 striker， 核心判斷是在前場中央。我認為這套分類是最乾淨的，所以老 K 也就不單獨講第2前鋒了。因為如果把2前鋒 second striker 當成一個基礎的位置，第一，這個位置和前腰嚴重重疊，比如格列茲曼，你可以說他是2前鋒，也可以說10號位，也可以說進攻型中場，甚至可以說支援型的前鋒，都沒有錯。而穆夏拉也是，到底是 AM 呢，影鋒呢，還是10號位，還是9號半？這其實分類就會非常細，非常複雜。觀眾肯定也會爭論，哎，這個不是前腰嗎？哎，為什麼那個人算影鋒，這個又不算了？那麼我們就很難畫一條絕對清晰的線。第二前鋒本身依賴於另一個前鋒，這個名字 second striker 實際上已經說明問題了。所以昨天老 K 做的10大中鋒，它其實包含6個角色。第一個 poacher， 這個可以叫強點型射手或者機會主義的前鋒，這種角色呢主要活動在禁區內，憑借他敏銳的門前嗅覺、跑位和反應完成直接的終結。第二個角色 target man， 這個可以叫支點型中鋒或者站樁型的中鋒，他是可以憑借強壯的身體素質和高空爭頂的優勢，在前場拿球、背身做球，並且吸引防守注意力。第3種 complete forward， 全能型的前锋，這種人兼具有身體、有技術、有射術、有跑位和串聯能力，能夠勝任前場幾乎所有的戰術職責。第4種 false line 為9號，這種名義上是中鋒，但經常很深地回撤到中場，參與到傳控和組織，也進而能夠拉扯對方的後防線，制造空間。第5種 mobile striker 機動型的前鋒，這種呢不固定在中路的位置，它是依靠大範圍的跑動、速度和靈活性，在整個前場時而拉邊，有時候也可以穿插，活動範圍非常大。第6種 support forward 支援型的前鋒或者叫輔助型前鋒，這一種更加側重於回撤和串聯、做球以及做戰術的掩護，它是以輔助隊友或者第2梯隊的攻擊手射門為主。好，那麼今天老 K 做的10大邊鋒，同樣邊鋒也是定義有5種戰術角色。第一種 traditional winger 傳統型的邊鋒，這種是習慣於順腳的站位啊，右腳將你就站右邊，左腳將就站左邊，主要是依靠速度和突破，沿着邊線下底傳中。第2種 inverted winger， 這是逆足邊鋒，這種就必須逆足站位了，你是右腳將你就站左邊，你是左腳將你就打右邊。這種呢是習慣從邊路向內側盤帶，尋找內切兜射或者傳斜塞球的機會。第3種角色 inside forward，內切型的前鋒或者叫內鋒，就這種角色呀，雖然他起始位置是在邊路，但攻擊欲望極強，會像中鋒一樣直接切入禁區或者內部區域進行射門和終結。第4種角色 wide playmaker， 這是邊路的組織核心或者叫邊路發牌手，通常站位在邊路或者內部區域，主要利用自己頂级的視野和傳球來掌控全場的節奏，梳理進攻。第5種 touchline winger， 這是貼邊型的邊鋒，這種是平時貼着邊線站，爆破的時候衝向底線去傳球。
因為緊貼兩邊可以最大化的拉開進攻的寬度，再憑借自己極致的單兵爆發力和爆破能力強行拉開空間。所以咱們把場上所有的位置按照這樣區分啊，那麼從門將、中後衛、邊後衛、邊翼位、後腰、中鋒這6個位置基本沒有爭議。比較難區分的呢，就是中前衛、前腰、邊前衛和邊鋒。所以中前衛的定義是最廣義的中央的中場，要和後腰和前腰區分開。他在中場中央呢，是承擔球隊攻防的連接、推進、控球還有覆蓋的任務，這樣一種中場的球員。他既不是站位最低的中場，也不是站位最高的中场。典型的就像莫德里奇、巴尔韦德、佩德里、德容這種。他同樣裡面也包括5種角色啊，到時候咱們講10大中前衛的時候再細講。但注意，這裡老 K 說的是中前衛，而不是8號位。8號位是一種更加傳統的號碼和角色的概念。說中前衛呢，爭議會小許多。另外就是前腰，這個老 K 必須保留。它主要是活動在中場線和鋒線之間的中央或者內部區域，裡面同樣也分為各種角色，這裡面2前鋒就包含在裡面。然後是邊前衛 wide midfielder， 這個位置雖然現代頂級的球隊已經比較少，但我仍然保留，因為在足球的歷史上它非常重要。像我們熟悉的貝克漢姆、吉格斯都屬於邊前衛。第4種邊鋒，這個必須要和邊前衛分開，重點就是邊鋒的站位更高。所以啊，像老 K 這樣去分類，最大的好處是不管講任何陣型，都不需要再推翻之前的定義。足球場上真正固定的從來就不是多少種踢法，而是球員的基礎位置。陣型決定了他們從哪裡出發，角色決定他們接下来往哪裡走。所以咱們这樣就不用打架了。好，另外老 K 像兵器譜的白曉生一樣，做這個系列我們盡量把某一個球員歸於某一種位置。像已經說過的10大中鋒，那10個人就不會在後面的位置裡面再出現。所以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1位拉明亞馬爾。下賽季最可能成為世界第1邊鋒的人是誰？在老 K 這裡答案非常明確，就是亞馬爾，甚至不是單純因為潛力，因為上賽季他就已經是西甲官方賽季最佳球員，交出了16個進球11個助攻。歐冠在自己18歲就已經做到單賽季6個進球4個助攻，而且還隨着西班牙贏得了26年世界杯。亞馬爾現在同時是歐洲冠軍，也是世界冠軍，還是西甲冠軍，就差一個冠軍杯了。他現在越來越接近於是巴塞羅那整個進攻體系最重要的創造者。他通常進攻的模式是在右路邊線接球，然後用左腳控制，把對方左後衛鎖在1對1，突然向左腳的方向内切，接下来就有3個選擇，既可以射門，也可以直塞禁區，還可以找後點，把球傳到弱側。所以亞馬爾已經超過了普通的逆足邊鋒。在我看來，他有 45% 是逆足邊鋒，有 40% 是邊路的組織核心，還有 15% 是內切型前鋒。因為他目前真正恐怖的地方在於，既可以自己結束進攻，也可以成為進攻的發起者。下賽季的巴薩正在經歷鋒線上的結構變化，萊萬多夫斯基已經離開，到底未來中鋒是誰，現在還沒有定。但無論怎樣，亞馬爾的地位會更重要。所以老 K 預測新賽季25個進球以上，20個助攻左右，這樣的產量並不離譜。但如果想拿金球獎，取決於巴塞羅那能不能拿到歐冠。如果巴薩拿到歐冠，那麼亞馬爾在淘汰賽再貢獻幾個標誌性的時刻，他就很可能是2027年的金球獎，而不只是世界第1邊鋒。好，10大邊鋒預測第2位，拜仁慕尼黑的法國球員奧里塞，他既是逆足邊鋒，也是邊路的組織核心。如果亞馬爾是老 K 的第1名，那麼奧里塞就是最有能力直接把第1名搶走的人，因為他上賽季數據已經到了非常誇張的程度，57場比賽25個進球28個助攻，也就是說他53次直接參與進球，聯賽15個球19個助攻，歐冠5個進球8個助攻，還入選了歐冠賽季最佳陣容。世界杯上奧里塞又送出7個助攻，打破了世界杯單屆的助攻紀錄，所以他現在就是世界最佳邊鋒直接的競爭者。甚至德國媒體此前已經公開討論奧里塞成為金球獎的可能性。但是這倆呢，雖然2個都是左腳的右邊鋒，也都是逆足邊鋒，也都是邊路的組織核心，但風格也有不同。亞馬爾更加爆炸，更喜歡直接摧毀對方的1對1，而奧里塞則更加穩定成熟，節奏的控制力更強。奧里塞可以在右邊線接球，然後先停下來等待隊友跑位，然後內切，或者找凱恩，又或者自己繼續進入禁區。他自己也說過，教練要求他進入特定位置後要積極的1對1，積極的射門，
給了他很高的進攻自由度。所以對奧里賽，老 K 覺得呀，40%逆足邊鋒，40%的邊路組織核心，還有20%的內切型前鋒，這是他的成分配比。但有一點對他不利，拜仁慕尼黑內部競爭金球獎的人太多，主要就是哈里·凱恩。如果拜仁真拿到歐冠，那凱恩可能進60多個球，奧里賽可能有50個以上直接參與進球，路易斯·迪亞斯還可能有40個直接參與進球。所以這樣的敘事就容易分票。那麼對奧里賽來說要求就更高，他必須自己有20加的進球以上，25加的助攻以上。同時不僅下賽季歐冠要奪冠，在半決賽決賽他還要成為唯一的主角。如果這樣，我相信他有可能拿到27年的金球獎。好，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3位維尼修斯，這位來自皇馬的巴西邊鋒。維尼修斯就是典型的內切型前鋒加上貼邊型的邊鋒，他在場上的位置很好理解。穆里尼奧目前的皇馬4-2-3-1已經非常清楚，左邊維尼修斯，中間貝林厄姆，右邊迪奧曼德，中鋒位置姆巴佩。關於姆巴佩呀，昨天有幾個朋友在留言區質疑，這裡呢老 K 也不參與爭論，咱們就用法國隊主教練德尚他是怎麼力挺姆巴佩踢中鋒的。他的原話是，如果我安排姆巴佩踢中鋒是錯的，那包括我在內，過去這幾年執教過姆巴佩的主教練都是傻瓜。什麼意思呢？在大巴黎的路易斯·恩里克，在皇馬的安切洛蒂、哈維·阿隆索、阿韦罗呀，還有現在的穆里尼奧，包括法國国家隊德尚，也都是这麼安排的。而且老 K 現在這種分類方式也清楚，只是說姆巴佩他踢中鋒和其他人踢中鋒到底角色上有哪些成分的不同，這個在未來聯賽打了5輪之後，咱們再重新復盤到時候我把前5輪表現最好的5大聯賽10大中鋒，把每個人的成分角色再說清楚。好，說回維尼修斯，皇馬現在剛剛跟他續約到2032年，他在俱樂部已經累積128個進球，100個助攻，角色也其實發生過明顯的進化。更年輕時候的維尼修斯是典型的貼邊型邊鋒，他在邊線拿球，通過速度爆破、突破下底傳中。但更加成熟以後，他的版本變成內切型邊鋒加上貼邊型的邊鋒，這是一種混合體。現在他不會一直留在邊線，他會在左邊線拿球以後吸引對方的右後衛，然後加速進入左邊的內部區域，這樣可以直接攻擊對方中後衛身後的空間。尤其無球階段，他現在越來越像一個從左邊鋒出發的第二射手，這就是內切型前鋒。所以對維尼修斯，我認為內切型前鋒他佔45%，貼邊型的邊鋒35%，傳統型的邊鋒20%。但對他來說，想爭奪金球獎最大的問題是隊友姆巴佩，這也是為什麼維尼修斯只能排第3，因為皇馬現在的金球獎資源非常擁擠，既有姆巴佩，還有維尼修斯，還有貝林厄姆，而毫無疑問，姆總是球隊在中間的終結者。所以維尼要想競爭金球獎，就不能只是拿18個進球，15個助攻，他必須重新回到過去2年前那種歐冠淘汰賽由我一個人來決定比賽。所以如果皇馬奪取歐冠，維尼修斯還必須在半決賽、在決賽、在最重要的淘汰賽，他要連續的決定比賽。這樣的話，他當然仍然有繼續拿金球獎的可能。好，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4位 K77， 赫維恰·科瓦拉茨·赫利亞。這位來自大巴黎的格魯吉亞人，他是典型的逆足邊鋒加上內切型前鋒，他也是這份榜單最容易被低估的人。老 K 過去一直非常喜歡 K77， 大巴黎能連續2次拿到歐冠， K77 功不可沒。而且上賽季他就是歐冠賽季最佳球員，從淘汰賽開始多輪參與進球，他現在已經擁有金球獎最重要的資本之一，就是在歐冠重大比賽的聲譽。只是2026年有世界杯，所以 K77 拿金球獎可能性不大。但明年如果大巴黎再拿金球獎， K77 是有力的競爭者。那麼他是什麼風格和類型呢？作為右腳球員踢左邊，天然就是逆足邊鋒。但是和亞馬爾不同，亞馬爾內切之後經常創造機會，而 K77 內切之後更加願意繼續去攻擊球門。所以 K77 逆足邊鋒40%，內切型前鋒40%，邊路的組織核心20%，所以老 K 把他稱作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創造者加上進球的邊鋒。下賽季大巴黎如果完成春秋霸主一樣連續的歐冠的統治，如果再拿到冠軍，而 K77 又再次成為歐冠淘汰賽的核心的話，那他完全有可能競爭下賽季的金球獎。第5位多庫，曼城的比利時球員，
他是屬於貼邊型的邊鋒加上傳統型邊鋒。多庫也是真正非常標準的邊鋒，甚至如果有小白朋友想問到底什麼是邊鋒就看多庫，多庫就是最典型的。他的比賽邏輯非常直接，先是拉寬，然後接球，面對對方的邊後衛，他就啟動1對1，他可以到達底線傳中或者突破進入禁區。多庫身上幾乎沒有邊路組織核心的屬性，所以多庫貼邊型的邊鋒佔 50%， 傳統型邊鋒佔 40%， 內切型前鋒佔 10%。但對他來說，新賽季最大的問題是最終產量。上賽季他一度踢了40場，只有4個進球11個助攻，自己也公開承認，如果想成為世界最佳邊鋒，必須要增加进球數。這次他說到點子上了，因為哪怕你1對1成功率再高，突破再漂亮，如果數據不行，基本不可能競爭金球獎。他起碼要有15個進球、15個助攻以上，甚至更多。而且在曼城，邊鋒的競爭也非常激烈。主教練馬雷斯卡季前賽也在嘗試不同的邊路組合，所以多庫的能力容易被低估，因為他數據不太好。但老 K 如果作為主教練要選人的話，多庫絕對是排在前幾名的。世界上任何一支最頂級的強隊用多庫就能解決問題。好，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6位薩卡，這位阿森納的英格蘭球員，他是逆足邊鋒加邊路的組織核心，他可能是10個人裡面最完整的邊鋒之一。因為他也不是最強的突破手，也不是最強的射手，也不是最強的組織者，但是薩卡的突破、傳球、射門、無球跑動、防守、定位球，還有比賽閱讀，幾乎沒有明顯的弱項。當然，從不好的角度，你也可以說他樣樣通，樣樣鬆。但上賽季阿森納終於打破了22年的等待，拿下英超，同時進入歐冠決賽，薩卡還在歐冠半決賽打入了決定性進球。那麼他的角色作為左腳將踢右邊鋒，是逆足邊鋒佔到 45%， 邊路組織核心 35%， 內切型前鋒 20%。 尤其他跟厄德高和右後衛之間組成的右側三角形非常典型。薩卡並不是一拿到球就肯定突破，他可以先停住，等待厄德高，然後2過1撞牆式配合，再然後內切。另外他也可以先貼邊，等着邊後衛套邊以後，他再持球進入內部區域。所以现代逆足邊鋒也不等於只會內切射門，他就是典型的案例。但薩卡最大的問題是健康，這也是非常實際的問題。上賽季他一直有明顯的傷，世界杯前也一直在處理腳踝的問題，所以新賽季阿森納薩卡的身體是最重要的變量之一。如果能夠恢復健康，薩卡依然是世界前5的邊鋒。如果下賽季他能踢45到50場比賽，而且阿森納能夠再次爭得英超冠軍，甚至拿到歐冠的話，薩卡爭奪金球獎也會有戲。好，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7位路易斯·迪亞斯，這位拜仁的哥倫比亞邊鋒，他是屬於內切型前鋒加上逆足邊鋒。路易斯·迪亞斯在德甲數據特別好，他加盟拜仁的第1個賽季就拿到26個進球19個助攻，聯賽有15個進球14個助攻，歐冠7球3助攻。對於拜仁來說，能拿到德甲冠軍、足協杯冠軍，並且進入歐冠4強，路易斯·迪亞斯已經是世界級邊鋒的產量。而他跟奧里塞比呢，更加的前鋒化。奧里塞是在右邊創造機會為主，迪亞斯在左邊則以攻擊禁區為主。所以路易斯·迪亞斯內切型前鋒 50% 的含量，逆足邊鋒佔 30%。他非常喜歡在弱側插入禁區特別哈里凱恩回撤以後，路易斯·迪亞斯也能夠直接攻擊中鋒留下來的空間，所以拜仁某些階段實際上會變成3前鋒的打法，凱恩往回收一些，奧里塞負責創造更多的機會，迪亞斯負責衝擊的更多。他們3人之間的3叉戟角色非常互補，非常漂亮。好，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8位拉菲尼亞，來自巴塞羅那的巴西邊鋒，他身上是內切型的前鋒加上邊路組織核心。如果咱們看2年前24到25賽季，拉菲尼亞甚至應該排前3。那一年他做到了驚人的34個進球25個助攻，最終在2025年金球獎排名第5。但到了上賽季，拉菲尼亞因為傷病明顯下降，但仍然在31場比賽貢獻了19個球7個助攻。他也是巴塞羅那非常重要的更衣室領導者之一。主教練弗里克依然非常重視他的壓迫、跑動和無球能力。但拉菲尼亞他其實不是典型的貼邊型邊鋒，這也是很多人容易誤判的一點。在弗里克的體系下，他經常名義上是左邊鋒，
但實際上是從左邊鋒到左邊的內部區域，再到中鋒身後，再在禁區後點搶點。所以它的含量內切型前鋒佔到 50%， 邊路組織核心 25%， 傳統型邊鋒 15%， 貼邊型邊鋒 10%。 它的優勢最大的是無球跑位，而不是單純1對1的過人。但是新賽季巴塞羅那最大的變量是已經引進了安東尼·戈登還有阿德耶米，在邊路的競爭明顯加強，所以對他來說新的挑戰會更大，困難會更多。但首先恢復健康的拉菲尼亚，老 K 相信进球数也会狂多。好，新賽季10大邊锋預測第9位杜埃，這位大巴黎的法國邊鋒，他是邊路組織核心加上逆足邊鋒，他也是10個人裡面我認為在新賽季最有可能突然上升1到2個檔次的球員。他已經不是簡單的未来之星了，在2025年金球獎他就已經入選30人名單。而在大巴黎的體系，他既可以踢左邊也能踢右邊，同時可以进入中央。上個賽季杜埃雖然受到傷病影響，但在歐冠淘汰賽繼續貢獻了關鍵的表現，所以有他的存在，巴爾克拉甚至只能遠走他鄉杜埃這個球員，他的技術很像內馬爾，他最大的特點是不固定，他在左邊可以成為逆足邊鋒，在右邊又可以成為邊路組織核心或者1對1的邊鋒，當他進入中路甚至可以像進攻型中場。所以對他的定義我會認為邊路組織核心 35%， 逆足邊鋒 30%， 內切型前鋒 20%， 傳統型邊鋒 15%， 這是非常典型的多功能邊鋒。而他如果想繼續提升這個排名進入 Top 5， 只需要一個東西，穩定的首發。因為大巴黎的邊路實在人太多了，即使這賽季巴爾克拉要走，也會有 K77、杜埃、阿克里烏什，還有登貝萊。登貝萊的位置活動區域也很靈活所以只要杜埃能真正鎖定一個首發位置，他的上限會非常高。好，新賽季10大邊鋒預測第10位，皇馬的楊·迪奧曼德。這位19歲的科特迪瓦球員，剛剛今年夏天從萊比錫投奔皇馬，固定轉會費就達到了 1.25 億。他上賽季在德國13個進球10個助攻，預計下賽季主教練穆里尼奧會讓他直接擔任右邊鋒，和左側的維尼修斯形成兩翼。而關鍵性的問題，皇馬為什麼要買他？為什麼需要他呢？因為現在皇馬隊內有太多喜歡進入中路的人，姆巴佩在中路，貝林厄姆在中路，維尼修斯喜歡從左側往中路跑，所以右邊最需要的反而是你得有人幫我把球場拉開而迪奧曼德就是這種類型，他最有價值的武器是真正的1對1突破，尤其他是雙足怪，他的雙腳能力和突破天賦非常好。所以迪奧曼德貼邊型邊鋒 45%， 傳統型邊鋒 35%， 內切型前鋒 20%。 但他和亞馬爾完全不同，亞馬爾是邊鋒加上組織核心，而迪奧曼德更接近於純粹的防線突破手。在這個榜單將他放在第10他的問題不是水平，而是風險。畢竟只有19歲，畢竟是第一次效力於皇馬這樣的豪門，畢竟身上有 1.25 億歐元以上的轉會費壓力，而且球隊裡已經有了維尼修斯、姆巴佩、貝林厄姆這種世界級巨星。迪奧曼德下賽季的任務需要證明自己不僅可以突破，而且可以做到15到20個進球，10到15個助攻。如果這樣的話，新賽季的排行榜中他的位置我會一直往前推。所以以上10位咱們如果按最典型的逆足邊鋒來排，那第1是亞馬爾，第2奧里塞，第3薩卡，第4 K77。他們共同的特徵是逆足加上內切，但亞馬爾是突破創造型的，奧里塞是控制組織型的，薩卡是全能型的， K77 是突破終結型的。但如果排最典型的內切型前鋒，那麼第1路易斯迪亞斯，第2維尼修斯，第3拉菲尼亞，第4 K77。這種內切型前鋒相比於普通的邊鋒，更喜歡從邊鋒變成禁區裡的第2前鋒。但要注意，這裡只是在比賽中的角色變化，他們的位置分類依然是邊鋒。那麼最典型的邊路組織核心呢？第1是亞馬爾，第2是奧里塞，第3是薩卡，第4是杜埃。這裡最重要的不是能不能過人，而是球隊會不會主動把球權交給他，讓他來決定最後一次進攻怎麼發生。而最典型的貼邊型邊鋒，第1是多庫，第2迪奧曼德，第3維尼修斯。這也是肉眼最容易識別的一種。特點是我在邊線，你把球給我就行了，我要和對方的邊後衛單挑。好，最終對2027年金球獎以上10位的排名，我覺得第1個檔次是亞馬爾和奧里塞，
他們是真的有機會能夠拿到。第二個檔次呢，如果球隊奪得歐冠，那麼機會就很大，包括維尼修斯、K77、薩卡、路易斯迪亞斯。這裡老 K 尤其特別看好的是 K77，因為他已經證明了自己就是歐冠的最佳球員嘛。而維尼修斯、薩卡、路易斯迪亞斯都擁有非常強的球隊的平台。第三個檔次需要在職業生涯爆發或者再次爆發，這包括多庫、拉菲尼亞、杜埃、迪奧曼德。而老 K 比較看好的是杜埃和迪奧曼德，一個是在大巴黎的歐冠冠軍體系，另一個擁有皇馬的巨大平台，而且已經明確佔據了右翼的空間。所以以上10位雖然踢法上天差地別，但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基礎出發的區域就是在進攻線兩側。亞馬爾可以像10號，拉菲尼亞可以衝得像第二前鋒一樣，維尼修斯有時候甚至進入中鋒的區域，奧里塞也可以很像組織者。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應該分類到前腰或者第二前鋒或者中鋒因為他們首先都是邊鋒。這樣子咱們後面做10大前腰的時候，也就可以明顯避免再出現這批人。到時候我們找前腰，就是優先找那些基礎的起點就在中鋒身後或者就在中央攻擊區的人，而不是因為邊鋒經常內切，所以也算前腰，对吧？那麼再重複一下邊鋒的5大角色： Traditional Winger 傳統型邊鋒， Inverted Winger 逆足邊鋒， Inside Forward 內切型前鋒， Wide Playmaker 邊路的組織核心， Touchline Winger 貼邊型邊鋒。接下來是今天的重磅和轉會新聞。如果喜歡老 K 的百曉生兵器譜，希望您能多熱推多點讚，感謝。好，咱們繼續。首先今天的歐洲超級杯決賽，大巴黎對陣阿斯頓維拉。上半場杜埃助攻的 K77 破門，而維拉队的馬喬搶點扳平比分。下半場又是杜埃反越位成功，單刀破門制勝，最終比分2-1。今天的比賽在夏天太早，所以2個隊都沒有達到最佳水平。大巴黎雖然今天贏了，但靠的也是球員水平高，底子厚。要說踢球的狀態嘛，那是真不行，都在度假中的感覺呢。而維拉隊機會自己把握不住，2個丟球，一個是弧頂前的配合失誤被搶斷，還有一個是疑似越位懶得追了，並且在落後的時候，他們還早早換下進攻威脅最大的麥金。當然麥金的年齡也大了，體力不夠啊，這也算主教練艾梅里的盡力局。維拉這場踢得不錯，就是幾個後衛的水平看着太業餘了，也是因為可能剛剛結束休假，根本就沒有狀態。而大巴黎這邊的小內馬爾、杜埃一傳一射，法國金童當之無愧呀。K77 今天也首發進了一個球。這2大邊鋒依然是下賽季巴黎隊繼續衝擊歐冠冠軍最好的利器，而且邊路還有努諾門德斯，世界杯上偏偏就是他上了。但今天就能看出來，整支葡萄牙队真正實力最強的還是努諾門德斯。好，至於登貝萊呢，今天替補上了45分鐘。那麼懂得都懂，每年的上半賽季，咱們登貝萊主要以玩遊戲為主，他就像 NBA 老球星打常規賽一樣，摸摸魚混一混。真正到了明年4月份、5月份，登貝萊才開始把自己的狀態磨得蹭亮蹭亮的。今天的重磅新聞，曼城突然1.2億歐元報價了恩佐·費爾南德斯，切爾西還沒有回應。看來主教練馬雷斯卡是下了決心要把自己過去的舊將帶到曼城來呀。他正在推動俱樂部完成簽約，要求盡一切努力要將這名阿根廷中場帶到曼城。藍軍切爾西對這位25歲的隊長估值是1.2億英鎊，也就是1.39億歐元。恩佐現在和切爾西的合同將持續到2032年6月。關於這件事，切爾西球迷們正面臨最關鍵的24小時，因為這不是一筆普通的球員買賣。自他們的新老板伯利和埃格巴利接管斯坦福橋以來，並沒有受到切爾西球迷的歡迎啊。尤其這一次涉及到恩佐·費爾南德斯，球迷們會想，你到底是來賺錢的，還是來給切爾西帶來冠軍的？這幾年，切爾西一直被指責過於心急的想從年輕球員身上榨取利潤。在他們隊裡面逐漸崛起的這一批球員裡面，恩佐是最大牌的一個，也一直是表現最突出的一個。當時切爾西打破了轉會費記錄，簽下他，還簽了長期的合同。但現在今年夏天很可能會失去恩佐。咱們從一個角度看如果切爾西真的想返回英超頂級行列，他們就不能讓自己的最佳球員離開呀。尤其是讓英超的直接競爭對手曼城得到他，那怎麼行？菲爾南德斯有長期合同，所以切爾西俱樂部對他的未來擁有控制權。但現在看上去，切爾西似乎要放棄恩佐了。切爾西既然告訴曼城必須要在周5之前出價1.2億英鎊，這就說明未來24小時很關鍵。他們到底怎麼想？
他們想讓切爾西球迷相信哪一點？他們是不是要圍繞頂級球星進行建設？如果是，那這必然包括恩佐在內。但如果不是，賣掉恩佐就會直接加強他們最大的對手之一曼城，這也會讓切爾西球迷徹底失去對決策者的信任。以前恩佐在接受採訪就說過，我在切爾西待得很開心，我會一直留下，直到他們不想要我為止。所以責任不在球員，就看切爾西老板到底要錢還是要冠軍。有記者說，切爾西並不打算在明年1月出售恩佐，所以關於恩佐的事兒，明天會告一段落。要麼明天就出售他，要麼徹底不賣。但與此同時，《每日郵報》的首席記者發表了專欄文章，他認為阿根廷球員恩佐是醜陋足球的代名詞，曼城應該離他遠遠的。這其中幾年前，當時恩佐發布了一段他和其他阿根廷球員嘲諷法國隊黑人太多，嘲諷他們種族的背景。當時現在的曼城主教練馬雷斯卡還在切爾西當主教練，他就被迫要為恩佐擔任切爾西的隊長這樣的決定進行辯護。當時在切爾西，恩佐的隊友福法納直接將這段視頻斥責為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那是當年夏天美洲杯決賽，阿根廷戰勝了哥倫比亞以後恩佐上傳的。隨後恩佐道歉，可在里斯詹姆斯缺陣的情況下，主教練馬雷斯卡仍然任命他為當時切爾西的隊長。還有上賽季末，恩佐公開地向皇家馬德里示好，也被切爾西自家俱樂部禁賽。隨後他的表現明顯下滑，也間接導致了主教練羅塞尼爾在切爾西下課。還有記者的文章繼續寫道恩佐在聯賽中是最惡劣的球員之一，經常通過各種小動作向裁判施加壓力。而剛剛過去的世界杯決賽，他又被紅牌罰下，並且在半決賽對陣英格蘭的時候，他有一個非常粗暴卻沒有受到懲罰的行為，引起了廣泛的憤慨。所以現在切爾西開出1.2億英鎊的要價，皇家馬德里就躲得遠遠的，不願意和恩佐扯上任何關係。而且皇馬還公開發表聲明，說對引進恩佐毫無興趣。但現在上任剛剛幾個月，馬雷斯卡卻已經在冒着損害曼城的聲譽的風險，試圖引進恩佐。過去瓜迪奧拉的曼城，因為他卓越的實力、獨特的風格，還有能夠主宰英超聯賽的專業態度，廣受讚譽。像德布勞內伯納多·席爾瓦還有羅德里、京多安、格拉利什、哈蘭德，那是一支能讓任何中立球迷看了都會會心一笑的球隊。但如果恩佐轉會到曼城，這一切都將改變。雖然他確實是個優秀的球員，但他會對球隊形象造成重大的傷害。這一次羅德里如果走了，曼城又簽下恩佐，那麼就會顛覆瓜迪奧拉執教時期曼城俱樂部所秉持的很多理念。這意味着對足球最醜陋的一面的擁抱，也將是一筆象徵着玩世不恭的轉會。這將表明曼城正在用足球的黑魔法來取代美感。還有恩佐在切爾西的表現，有時候確實精彩絕倫，但有時候也接近是销聲匿跡他本應是球隊的領袖之一，但上賽季許多時候他完全就不像個領袖。領袖是不會公開和其他的球隊眉來眼去的，領袖也不會被自己的俱樂部禁賽，領袖也不會任由平庸的風氣在自己身邊滋長。這篇郵報的專欄言辭是寫得很激烈了可現在切爾西的跟隊記者又說切爾西還沒有收到曼城求購恩佐的報價，所以到底報沒報，咱們且拭目以待。另一方面，曼城自己的中場球員賴因德斯終於6100萬歐元加盟了庫迪西亞隊，羅馬諾已經 here we go。 28歲的賴因德斯這下子也可以去沙特聯賽找找大錢了。兩家俱樂部正在交換文件，隨後將完成簽字。所以這麼看來，走一個賴因德斯，補一個恩佐，老 K 覺得這筆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呀。另外，巴塞羅那也正在加速衝刺，希望盡快敲定關於羅德里的轉會。但對曼城來說，6000萬歐元顯然不夠。曼城開出的價格8000萬歐元，而巴塞羅那呢，希望能找到一個折中方案，在某個中間點達成一致。總之一句話，能省就多省點。好，羅德里呢，據說巴塞羅那的第二份報價是5500萬英鎊，但也已經被曼城拒絕，雙方的談判仍然在繼續。曼城主教練馬雷斯卡已經確認，羅德里將在本周五歸隊。接下來預計巴塞羅那會將報價提高到5000萬到6000萬英鎊之間。而羅德里今天有消息說，他已經告知曼城方面，如果巴塞羅那的報價沒有達到曼城的要求，他不會向曼城施加壓力要離隊，他會履行完剩餘最後1年的合同。羅德里的立場非常明確和清晰，他有意今年夏天走，但同時也接受另一種結果。如果巴塞羅那的開價沒有達到曼城的心理預期，
下賽季他就會繼續身披曼城的球衣出戰，並且會繼續在曼城全力以赴。這才真正是人品球品都1等1的大哥啊！但據說巴塞羅那對羅德里這件事情已經非常樂觀了。好，曼城方面的18歲中場小將布阿迪，他也即將簽約，個人條款已經談妥，曼城和經紀人已經達成協議，所以隨時有可能完成。據說最後的轉會費將達到8500萬歐元。而里爾隊為了應對布阿迪可能離隊的情況，他們想引進皇馬20歲的中場小將豪爾赫·塞斯特羅。另外，曼城今天官方宣布和多庫續約到了2031年。24歲的他已經代表曼城出場了131次，貢獻了22粒進球。這一份為期5年的新合同，對多庫對曼城來說都意義非凡呀。再加上小伙子在世界杯期間剛剛當了爹，那麼他的職業生涯也肯定會更加成熟。多庫的球迷、曼城的球迷可以保持期待。好，曼城這邊還有邊鋒薩維尼奧，現在熱刺隊仍然在追逐，預計接下來幾天就可能敲定交易。雙方談判仍在繼續，熱刺大概率會接近曼城的要價，金額大概7000萬英鎊。曼城現在呢，因為至今還沒有找到替代者，所以也不急。但球員這邊已經明確告知了新主教練馬雷斯卡，他不想繼續留在曼城，而他已經多次和熱刺主帥德泽爾比交談過，了解了自己在對方計劃中的定位。薩維尼奧去熱刺，曼城球迷應該不會心疼，他一直有點溫水煮青蛙的意思，沒有拿出非常漂亮的表現。但現在一天天已經22歲，越來越大了，趁着年輕賣掉回籠資金，老 K 是支持的。好，另外巴塞羅那自己的前鋒費蘭托雷斯終於和大巴黎談妥了，轉會費5000萬歐元，羅馬諾已經 Here we go。過去幾天雙方的談判已經進入最後階段，現在一切都已搞定，費蘭托雷斯將立刻前往巴黎接受體檢。而有意思的是這筆交易固定轉會費5000萬歐元，卻不包含任何浮動條款。這是因為過去費蘭托雷斯從曼城轉投巴薩的時候，有一條，如果費蘭托雷斯離開巴塞羅那的轉會費達到5500萬歐元，巴塞羅那就需要向曼城支付1000萬歐元。而且如果你不賣自己續約的話，也要向曼城交費800萬。當時巴塞羅那沒有錢，簽下費蘭托雷斯是零首付買下的。但來了巴塞羅那之後附加條款幾乎全達到了，錢是全拿到了。轉會費6500萬歐元，一分沒少。但是曼城千算萬算如果你未來盈利賣出，要給我再交1000萬；如果你自己續約，你要再給我800萬。可算來算去，沒有算到現在巴塞羅那賣掉費蘭托雷斯，硬是一分錢沒有多給曼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咱們總監德科來算一算。那麼這筆交易之後過去的10年，大巴黎向巴塞羅那進貨買球員，一共支付了3.33億歐元的轉會費，堪稱頭號買家。這主要是2017年內馬爾以2.22億歐元的天價違約金加盟了大巴黎。而從巴黎隊來巴塞羅那呢，最著名的就是2003年羅納爾迪尼奧轉投巴薩，轉會費當時2700萬歐元。但轉折點就是從內馬爾開始，這條球員的流動路線便越來越多的成為了從巴塞羅那去大巴黎，而不是反方向。這裡面巴塞羅那的拉瑪西亞青訓也受到了這條單向通道的影響。2019年16歲的哈維西蒙斯就是咱們現在托特納姆熱刺的那一位，當時作為拉瑪西亞青訓營的希望之星，他加盟大巴黎，巴黎隊只支付了15萬歐元的青訓培養費。2021年巴西國腳拉菲尼亞·阿爾坎塔拉出售給巴黎隊，轉會費僅僅是350萬歐元這不是現在的拉菲尼亞。當時還有梅西，作為歷史最佳球員的梅西，在巴薩確認無法和他續約以後，以自由身加盟了巴黎隊。還有登貝萊，登貝萊和巴薩完成最後一次續約以後，選擇激活了合同中僅僅5000萬歐元的解約金，加盟巴黎隊。那麼最近的呢，還有德羅·費爾南德斯，這是位18歲的巴薩青訓中場，真正的希望之星。他此前在弗里克麾下已經代表一線隊出場過，但他選擇投奔巴黎隊的路易斯·恩里克。雖然德羅合同中的解約條款是600萬歐元，但這一次巴黎隊實際支付了800萬歐元。所以遙遙領先於其他俱樂部，巴黎聖日耳曼已經成為從巴塞羅那引進球員投入資金最多的俱樂部。這次費蘭托雷斯非常渴望能再次和主教練路易斯·恩里克共事，而完成賣出之後，巴薩隊簽羅德里已經更加樂觀了。可有一點，這下子巴塞羅那新賽季的中鋒可徹底空了，徹底沒人。可小蜘蛛仍然買不到，這可怎麼辦呀？搞到現在真有些皇帝不急太監急。現在看來，老 K 覺得小蜘蛛是不會來了。如果有什麼 B 計劃、C 計劃、D 計劃，
德科你就趕緊的。新援來了之後，在主教練弗里克麾下和其他的隊友們還得先磨合磨合。馬上就8月中旬了，時間已經拖不起嘍。好，另外巴塞羅那確實盯上了國際米蘭隊長勞塔羅，國米要價至少1億歐元。對國米來說，並不想放走這名28歲的隊長，所以目前他們相當平靜。勞塔羅自己在意大利也過得很開心，他是主教練齊沃麾下最重要的球員，而他的合同裡沒有離隊條款，除非巴塞羅那的報價超過1億歐元，國際米蘭才會考慮。但這件事情現在沒有任何實質進展。另一方面，有消息說呀，巴黎隊已經盯上了巴塞羅那的中後衛庫巴西，將他視為未來馬爾基尼奧斯的接班人。這已經成為巴黎隊主席納塞爾的一個夢想。巴黎非常欣賞庫巴西的特點和出球的能力，但這件事情還處於早期階段，八字沒有一撇，今年夏天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好，巴塞羅那對自己家的後衛埃克托·福特要價是2000萬歐元，但也可能以1000萬歐元就能放人，不過會保留2次轉會50%的分成。這位20歲的年輕人，多特蒙德正在接觸。此外，還有來自英格蘭、意大利和西班牙，至少有10家俱樂部對他感興趣。好，另外呀，國際米蘭的弗拉泰西已經和拉齊奧達成協議，羅馬諾已經宣布租借加盟費100萬歐元，並且附帶1400萬歐元的買斷選擇權。根據出場次數或者拉齊奧在意甲的最終排名，這個選擇權將變為強制買斷，而國米也保留着50%的2次轉售分成條款。OK， 國際米蘭這邊，球隊內的路易斯·恩里克已經同意加盟羅馬隊，總價大約2500萬歐元。目前各方之間的談判仍然在進行，交易的形式會是租借加強制買斷。好，關於國際米蘭想引進的熱刺球員斯彭斯，現在合同的細節已經全部敲定，甚至已經確定下賽季的球衣號碼。斯彭斯選擇了24號球衣，那麼他的轉會總價3500萬歐元，其中基礎轉會費3150萬，剩餘部分是浮動獎金。斯彭斯在國際米蘭會簽下5年合同，年薪260萬歐元左右，加上浮動獎金，總薪水接近300萬歐元。斯彭斯會在周5接受國米的體檢，熱刺官方已經授權，而24號正是他上賽季在熱刺使用的號碼。在國際米蘭呢，2020年埃里克森從熱刺加盟國米的時候，也曾經穿24號戰袍。好，利物浦這邊正在和大巴黎談巴爾克拉，但巴黎隊的要價已經高達1.7億歐元。在最近周3的比賽，巴黎隊2-1擊敗了阿斯頓維拉，拿到了歐洲超级杯，給新賽季開了個好頭。比賽中，巴爾克拉的競爭對手杜埃發揮非常出色，而巴爾克拉自己在比賽中沒有出場，他也幾乎是唯一沒有怎麼熱身的球員。當球隊舉起超級杯的時候，他也站在隊伍的最後方，身穿着背心，這樣的姿態也意味着在他心裡面很想離開呀。不過主席納塞爾接受採訪的時候說，所有球員都很重要，每個人都很重要，我不能說他是否會離隊。利物浦呢也只能繼續推進，球員這邊條款已經談妥了，就看巴黎隊的態度能不能出現鬆動。據稱利物浦已經不再計劃為姆巴耶報價，因為如果想同時簽下巴爾克拉和姆巴耶，那花費將接近2億歐元，這是一個瘋狂的打包的數字。目前巴黎隊為姆巴耶設定的價格被認為太貴了，所以接下來就推進和巴爾克拉的談判，這才是利物浦的首要目標。OK， 利物浦傳來消息，如果隊內的加克波加盟熱刺的話，他們很可能再簽下2名邊鋒。好，另一方面，今天切爾西的後衛巴迪亞希勒已經以先租後買的方式被那不勒斯簽下，這件事羅馬諾已經確認，租借費300萬歐元，附加費用100萬歐元，還包含了2700萬歐元的選擇買斷條款，球員的薪水也將由那不勒斯承擔。巴迪亞希勒25歲，現在這件事情就等着那不勒斯的老板德老批准了。好，曼聯方面，現在尤文图斯、AC 米蘭、加拉塔薩雷都對队长比費很感興趣，但從球員的角度看，比費更加傾向於長期留在曼聯，或者會終老球隊。倘若能夠成真，他也會成為曼聯紅魔真正的傳奇球員。在曼聯退役，那會是最好的童話。OK， 輕鬆一下，這幾天厄瓜多爾警方查獲了一批可卡因。可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咱們的哈蘭德哈寶寶的頭像竟然意外地出現在可卡因的包裝上。這次厄瓜多爾警方是在靠近哥倫比亞邊境地區，在一輛卡車內查獲了好大一批毒品呀，上面的綠色長方形包裝就印着哈蘭德的頭像。這次總共繳獲了469公斤的可卡因，價值84.2萬美元，
但如果到了歐洲市場，它的價值將超過1700萬歐元。哈哈，這麼說呢，這個新聞讓我們明白了什麼是品牌的力量。好的，感謝大家的陪伴，新賽季很快要開始了。最近做的10大中鋒預測、10大邊鋒預測，還有每天老 K 都會另外發布足球紀錄片。現在正是名帥傳奇講弗格森的曼聯時代，歡迎大家收看。感謝您的點讚，感謝您的熱推，感謝您的訂閱。那我們明天再見。